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翰。有一段时间没见了。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刹车。但是它却是刹车里面最封顶的一样产品。也就是说等级最高的。你当初第一步改车的时候，你改的是刹车。当你车子全部改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到最后改的还是刹车，而且是把刹车的性能再更为提升。刹车封顶的程度。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，也大家稍后等一下会所看到的，碳纤维陶瓷刹车盘。那我们今天要升级封顶的这一台车嘞，就是俗称的地瓜王，福斯的Tiguan R。这一台车啊，本身从签车来的时候就已经改了非常多的东西，包括刚开始的第一步嘛，刹车，还有轮胎、铝圈。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做升级了。当然它的目前为止，它的动力、底盘，也都全部都改完了，包括电脑，也都写完了。其实在车还没有签回来的时候，就已经特别定制了铝圈，还有里面的这一套大6活塞的刹车，还有因为这台Tiguan R原厂的话就已经是给到21寸的圈。当然的话，我们只要把圈给换掉就可以了，换成更轻量化的。就是这一组 Rise 的，然后当然还有这一组大6活塞的卡钳，配置400面的碟盘，各位所看到的话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来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碳纤维的陶瓷刹车盘，可以看到，当我们拿给车主看的时候，车主说这是脏盘，就跟脏包的概念是一样的。这块碟盘啊是留用雪佛兰口碑体 C6 的原厂料件，就是说买回来的话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原厂件，所以说这不可能会有什么假货啊等等之类的，也不是额外的刻制出来的，并不是，它就是一个原厂的零件。原厂的零件的话，可以看得到这一块就是原厂的中心盘。当我们把中心盘拿掉之后，把它换成这台车所可以使用的中心盘，那接下来这块碟盘就可以很符合的装在这台车上面。各位如果想要做升级的话，这边有2个条件必须要满足。首先，第一个，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有改好刹车的，那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盘面有没有符合你车的大小。符合你车大讲白点就是你的铝圈啊，铝圈够不够大？然后再来第二个，你的活塞的厚度适不适合塞进去这块碟盘里面？那我可以看到它这个其实蛮厚的这个的话都必须要去特别的去量制，也就是说你车必须到现场，我们量制好，帮你查询确认 OK，才可以做安装。然后再来特别的是刹车皮，那这个的话也是碳陶盘所专用的，特别强调它是专用，并不是说你原本的刹车皮只要换了一块碟盘就可以上去给它磨。完全不是一磨下去直接坏掉。然后再来，它本身的优点呢，重量非常的轻，几乎只有原厂的一半。等一下的话会量给各位看。然后再来，它的磨耗的耐用度会是原厂的换算起来将近有4倍之多，差不多是这种寿命。也就是说，按照你一般平常的开车习惯，在道路上、高速公路上，差不多可以开30万公里左右。非常的耐用，但是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出来它的磨耗到底，它不像一般的铸造盘子，磨的时候这边吃的面会整个陷进去，碳纤维盘不是它的磨耗很特别的是，它是看重量，对，没错，它是看重量，也就是说这块盘子全新的，我现在量它是几公斤多少克重，我们用克来算因为它的磨耗只要比原厂新的盘少100克就好，就100克这盘子就要换了。对，没错，这100克可以开30万公里，很厉害吧？好，再来，它本身的耐温，至少可以最高承受啦，是在1000度左右，是非常的高。但是有一点很特别的是，你升级的这块盘，其实并不建议下赛道去跑，它反而没办法承受在赛道这种激烈的操驾。当然，如果你有钱，你觉得这个盘子它的价值就是一个零花钱而已，那没话说。跑完一趟，整块盘子就是淘汰，是不是很特别？对，它没办法下赛道跑，
所以说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要下赛道，我们建议还是你先把原本的铸铁盘换回去下去跑，跑完回来之后，好再换回这个作为你的日常使用。然后日常使用的话，你平常偶尔拉一下啊等等之类玩一下，哦，这都是没有问题。然后再来，它跟铸盘最大的特点就是，我们一般的铸铁啊，经过刹车皮的摩擦，它受热很快。啊，为什么换成这个？就是因为它受热很慢。哦，也比如说同样的一段路开10公里就好。哦，铸铁盘的温度可能已经到达100度 C。哦，但是这块的盘子可能连50度都还不到。哦，这是它的特点。哦，所以说你一般在开车的时候，在高速公路上，哦，你对你的刹车安全性来说，哦，是更大的加分。已经是封顶了，也没什么分数好打了。哦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一组避震器啊，哦，就是我之前影片有拍过的 KW DDC 的，哦，可以支援原厂电子式软硬调整的避震器。哦，这一套的价位啊，我之前没有提到。哦，这台价位平均都在15万左右。哦，针对车种啊都不一定，但是这个订货啊，台湾不一定都是有现货的。哦，至少都要心理准备，要等2到3个月。是懂它的人，你撞上去，你就发现它所带给你的体验感，只能这样子形容而已。趁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去看看它车上还有哪些好料的。看到这里，或许你会想问：哦，这台Tiguan R原本的刹车，哦，换成这种大6活塞的，哦，其实大6活塞也是 Brembo 的。好，换成大6活塞的，就由于它这个400面的碟盘，这一套的费用大约多少钱？哦，这一套的话，包括后面的加大碟，哦，这个连带后面的加大碟，哦，你同时一起换，这样子全部一套的话。15万，好，大约再抓15万左右的预算。那接下来，那如果换成这个已经升级了，那我只像这台车一样，只买刹车盘，然后加卡钳座，还有来令片，这样一套的话的费用是多少？哦，这样一套的话，加起来大约在20万左右。哦，如果要升级的话，就看好这预算，所以才叫封顶嘛。好嘞，原厂的碟盘拆下来了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原车的盘子，还有碳纤维盘子，它们的重量的差异。哦，这应该也是蛮多人想看的，因为真的差蛮多，光是拿起来就跟刚刚拿那个的 feel 就完全不一样，拿不动。因为碟盘会跑来跑去的，那我现在直接用这个装碟盘的保丽龙。哦。这保丽龙的重量是，保丽龙重量是181.5克。好，那我现在换成这种体重计，因为这个小台的啊，哦，它没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公斤数，它只能承受用克来计算，那必须要在8公斤以下，因为这个原车的改装盘蛮重的，所以我们一般直接用体重计下去量。15.9公斤，非常的重。那这个，然后我们把它给扣重掉，归零，然后再拿着，轻轻松松。
跟我拿铁盘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再把它放上去。有没有？刚保利龙这个我扣中掉了，哦，所以说归零之后所测得的话是6067克。好，为什么要用克来说？哦，一开始就有提到了，它这个我现在全新的重量，哦，到它磨耗只有100克的磨耗期，哦，也就是说它如果它之后啊量上去的重量比我现在它全新的状况量少100克。哦，这块盘子就没用了，就是要换掉了。看这一根锁卡钳的螺丝，好了，为什么拍这一根螺丝？这一根螺丝也是轻量化的，一根就1000多块钱，锁卡钳。两边的间隙，就是很重要。这没有自重卡钳，所以就要回去重新再修一次。但是看起来是很漂亮。OK， 终于告一段落了，车子也顺利的交出去了。好，这一套的盘子啊，2块盘子而已，因为车主原本就已经有升级多活塞的卡钳嘛，所以单买盘子。那这2块盘子的报价一套，好，各位预算要抓在20万左右，好，帮你全部做完工。然后如果说你本身连卡钳都还没有改，就是从原厂的样子，你要直接升级到顶天。哦，这一套的费用的话，你大概连卡钳啊，大概你要预算它抓在30到40万左右，因为主要是看你卡钳的本体啊，因为碟盘的话，刚刚讲了，这种394面的大概20万，那剩下的卡钳部分就是你要选择哪一种类型的，好，那价格都不一定，再往上加。哦，这给各位做一下参考，哦，不一定是实际价格啊，当然是看当时店家的促销啊等等之类的。不过其实一般来说，如果你都还没有升级过，那其实一般的卡钳跟铸铁盘，哦就已经是很好用了。因为我个人也是用这么多年了，我也觉得它没什么问题，踩起来就是我想要停它就是停，哦，而且耐用度也都还算还不错。最主要是这样加起来价格不会到那种20-30万那么夸张，哦，当然各位有这些预算的话，不妨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，哦，比较一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在下方点击一下订阅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